前面我也提到了，要想改变分配方式，实际上就得把抽水泵的这个管子给拆了，流动性才能真正的润泽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拆管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科技进步，也可以叫做反内卷 2.0。 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生产关系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生产力。换言之，没有效率的公平就是大锅饭。这个坑我们已经跳过一次了，所以要追求共同富裕，必须要追求效率增加之后带来的分配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要依托具体的可落地的科技创新项目和包含科技进步的产品来实现的。最直观的咱们就说汽车吧，科技创新带来了更丰富的产品结构，高端产品的出现，低端产品的价格自然就下降了，工业品的分配就从只有城里人才能开得起的外国品牌汽车，现在能够遍布县城乡村，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品牌，性价比都大大提升了。实际上真正能实现涓滴效应的不是发钱，不是货币，而是可购买可触达的工业品。我愿称之为工业品的涓滴经济学。工业品上凝结的劳动可以被基层人民消费，手机、电视、电脑这样的信息终端随着网络和信号基站的建设可以随处可用，可以负担，实际上带来的就是信息平权呀。分配最大的不平等就是信息的不平等。但是信息平等不是买不买得起一部手机和电脑那么简单。以前动辄1万多块的大哥大，打个电话满地找信号，信道又小又不稳定，别说直播卖货，连下个图片都得等10多分钟，是不可能形成信息平等的。所以我们在乡村，在海岛的边缘看见的那些可以用的手机、电脑、电视，真正的基础是要有稳定普及的电力系统，然后有廉价且普及的通讯网络服务，有道路和物联网可以送达，之后还要有整个电子终端不断的技术进步，使得基础电子产品的价格来下降。而这一切涓滴的实现，就是靠最上层的理论突破带来的科技革新。科技革新又必须落地转化为可用的成果，成果在一层一层叠加，带来效率的增加，产品价格随之下降，收入提升。除了前面提到的交通工具、信息终端，还有很多的工业品，像空调、冰箱、洗衣机、风扇、电动车，甚至儿童玩具，这些工业品涓滴到基层，既是分配关系改变的结果，也是改变分配关系的动因。2010年以来，互联网行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建国之后资产情况最好、规模最大的一批中产，也就是各个科技大厂的从业者们。这些在当时掌握着更先进生产力的阶层，推倒了煤老板、矿老板那些前浪，改变了自己的分配地位，也在不断的成为后浪创新的基础。而现在的人工智能、芯片、航天、新能源等领域的科技后浪们，又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改变分配的生态。这是一条没有一点投机取巧，纯靠脚踏实地趟出来的属于科技进步的康庄大道，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通过工业品的涓滴突破垄断阶层，改变分配秩序的客观必然。所以真正有效的涓滴是承载着无差别劳动的工业品的涓滴。工业品的涓滴的本质是科技通胀持续的削弱先富起来的人的分配优势，而货币涓滴带来的是货币通胀，恰恰相反，是有产者通过资产保值对只持有货币的无产者的制度性掠夺。所以我认为理论突破与科技创新真正的价值不在某个奖项上，而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吃得好、住得暖、穿得美、学得着。而美国连年的诺奖得主，各大藤校的停车位都快不够用了，然后呢，杜鲁门号上面被胡塞打出来的大窟窿还得用遮羞布给挡上，修是一时半刻修不好的，而民众可消费的工业品更是寥寥无几，价格惊人，品质堪忧。我们的机器狗都开始当挑山工了，他们的机器狗还是卡戴珊姐妹可以博眼球炫耀的摆件呢。也不知道啊，诺奖赋予了光辉的这些科技进步，到底最后都去干了啥？其实科技进步最直观的领域就是军工，尤其是西方这种达则发兵反恐，穷则颜色颠覆的传统。但凡有个什么人无我有的技术啊，在商业化之前，他们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如何武器化。然而美军如今的最新的战略构想是怎么个路数呢？我给大家说说啊。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的消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在19年提出的一个叫2030部队设计，这个方案又被再次拿出来作为战术指导了。这套打法美军起了一个非常互联网时代的名字，叫做分布式作战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说人话就是跟胡塞学打海上游击。
这说明什么？全世界的军事部署都是相似的，穷则战术穿插，达则火力覆盖嘛。再回头看看咱们家的航母，航母上的舰载机，舰载机上的各种武器系统和体系化作战，对现代战争规则的改写，我多少呢是有点顿悟了。能指导实践、造福人民的才叫科技进步，而重点考虑种族、国别，十几20年没有成果转化，还容易被政委的这种研究，就非常适合诺贝尔奖这个头衔。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这么长都看完啦，关注一下吧。